爹，就听我一句劝，回去吧。啊，何苦呢？给自己招惹这些事儿。你真以为我是好心帮吴家办事啊？啊，我许久没到这里来了，我来看看。哼，你说你天天在作坊干活，你懂妻吗？啊，四怪他们都听你的吗？啊，我是想趁机来找治妻的秘方。那您是来查案的，还是来找秘方的呀？这案要查，秘方也要找，这原本都是我们柳家的。秘方就不用找了，真的。要是有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你当然不知道，你大哥身体好了，你以为还是你当家？就算有了秘方，也轮不到你手里，迟早是你大哥的。而且我在想，这幕后指使人，他为什么要让赌徒放了小桂香，还让他到你们吴家捣乱？他一定是吴家的仇人，说不定也是叶家的仇人。哎，这事儿要是把你大哥和大嫂扯进去，那不是对你有利吗？说是看不清样子，只闻到气味，我就不信，你信吗？那人跟人不一样的地方多了，真凶站在他面前，他会认不出来。
出去，别来烦我。我叫你出去，听到没？先生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告诉我，也许我可以帮你。你能帮我什么？你足不出户，从书里学会的那些，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。那你可以说，我只听着不说话好吗？哎呀，你不要烦我了，行不行啊？对不起，我的心里面很乱，所以我……那我出去好了，不打搅你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去园子里走走，等你好些了我再回来。什么？你打了慧明？我一时忍不住。哎呀，我现在也挺后悔的。从小到大，我们兄弟两个人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争执。慧祥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慧明对生母有感情有什么错？经历这么多，他们才母子相认，这很不容易。都是你，铁石心肠。我怎么铁石心肠了？你妈就是有千错万错，她也是你妈，你这么做是不对的。可是当年她就是把我们给抛弃的。她走的时候，我和慧明哭着喊着要她，她连头都不肯回。那一幕我永远都不会忘记，所以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。那你为什么要帮她？母子情深是割舍不断的，你心里有她，你为什么不敢去面对呢？我帮她，不代表我就能接受她。那我现在的母亲怎么办？她养育了我20多年，对于我来讲，她早就胜于我的亲生母亲了。没有人让你去选择生母还是养母，现在你应该做的是勇敢的去承担起一个儿子应尽的孝道。我读了这么多年书，我当然懂，不用你来教训我。我不是教训你，我是要跟你说清楚，让你明白这个道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明白，就你明白。我就要走了，临走给你们烧点纸钱，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也请你们原谅吧。我这个人呢，一辈子没积过什么德，但是我有2个好儿子，又娶了你们家婉欣这样的好媳妇，我知道这也算是前世修的福了。我只是想来看一看。谢谢妈。你叫我什么？你是慧祥的妈，自然也是我的妈。慧祥连一句妈都没叫过我，她在心里已经叫了您几百遍了。你心地真好，在哄我开心呢。没有，以前我也有对不住您的地方，还请您原谅。也请您原谅慧祥。我想，总有一天，你们会母子相认的。不指望了，没关系，不论他对我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在意的。他没错，我不配，根本不配做他妈。不说了，我要走了。我的好儿媳妇，一定要保重啊！要是过得不如意，就来找我们，我们一定会照顾您的。
少爷，城西的那批货在催了。催谁呀？你催我呀？你催他们去呀？让他们赶紧做完。是。哦，还有，今天刘老爷又来了，说是要检查工人的出工记录。他来这个干什么？说是要知道叶家二老那天死的都是谁没来干活。他有完没完？你让他赶紧走，赶紧就走。是。查了2天，连个毛都没查出来，这帮家伙还跟我对着干，我早晚有一天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。这小子这么晚去哪儿啊？哦，他是不是去喝花酒了？一大晚他也不叫上我。答应过的，放你出去，绝对不会说是我的。哎呀，你放心了，你救了我，我还能把你供出来不成啊？啊，我果然出来了啊！哎，这原本是我应该给你的另一半，从此以后，我们俩各不相欠，也互相不认识。你干什么？哼，你别怪我。我得认出你，万一他们再抓住我，我也好自己脱身呢。哎，你好狠！都认出我来了，我还能让你活着吗？啊！妈，不行，快坐下吃饭。一大早，组长找你有什么事啊？陈二死了，被人杀死的。那岂不是就抓不到幕后指使了？依我看，这都算是杀人灭口啊！死了好，像他这样的人啊，早就该死了，管他谁杀的呢？可是这样一来，我们的线索就彻底断了。算了，反正杀害婉欣父母的凶手我们已经知道了，那个指使他的人只不过是想找我们吴家的麻烦罢了。我们追究的越多，只会令更多的人受伤。妈说的对，最坏的呀就是杀人犯了。什么幕后指使，依我看啊，说不定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呢。那为什么陈二会被杀呢？你问我，我去问谁去啊？慧俊啊，你看呢？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。如果不是我们这边逼得太紧，也许陈二不会被害。反正最主要的人是陈二啊，他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既然已经替大嫂报了仇，我想其他的事情又何必自惹麻烦呢？啊？慧明，你怎么看？只要我妈没事就好，其他的我都不在乎。哎，真是太好了，居然有人帮我们解决了麻烦啊！上天真是太帮忙了。哎，慧俊，你说是谁杀的？我怎么知道？哦，是你杀的。你胡说什么？啊？我能杀吗？我会杀吗？我跟他有仇啊！
你怎么不想想他仇人杀的呀？我是在跟你开玩笑。你这种玩笑给我开什么呀？对，你说的对，像他这种人啊，仇家一定很多，他是死有余辜。慧俊，你怎么不去作坊啊？我不想去。那可不行，好不容易后患没有了，你应该好好表现表现才是。你看你大哥现在多得宠啊，你可不能输给他。等爹回来了，你要让爹瞧瞧你有多能干。我要躺会儿，别烦我。哎，起来！一大早的躺什么呀？快起来！哎呀，快点啦！好了，等一下，我自己来。喝茶。谢谢。若兰，妈，这是慧民的母亲让我给你的，原来预备的那个坏了，我陪她去买了个新的，说是给儿媳妇的见面礼。我妈呢？她现在人在哪儿？哦，我原来是想留她住一阵子的，她不肯，她现在已经离开了。慧民，妈，快去叫住她！她母亲昨天就离开了，就是怕她去找，所以才嘱咐我今天才说的。快去！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。你来干什么呀？向你认错的。你有什么错啊？你不想认自己的亲生母亲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来帮你洗衣服吧。哎，哪有让吴家少奶奶自己洗衣服的道理啊？好了，你身体不好，手别沾凉水了。别生我的气了。谁生你气了？船开了吗？
妈，慧祥，我会再失去你吗？我替慧明向妈赔罪。慧祥，慧祥，你还记得你和慧明来的那一天吗？你爹把你们兄弟俩领到我的面前，慧明怯生生地躲在你的身后，抱着我，把你们一边一个搂在怀里，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的亲娘。”你跪了下来，慧明也跪了下来，你们俩一起喊了一声妈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把你们当成了我的亲生儿子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也就把你当成我的亲生母亲。慧祥，我不怪罪慧明，也不怪罪小慧祥，只是我这个母亲做的好苦，真的好苦。我明白，妈，你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们兄弟俩，甚至超过了慧君和慧茹。别这么说，慧明要走，要去找他的亲生母亲，我能理解。母亲需要孩子的孝心，孩子需要母亲的爱。只要他能像你一样，认定我也是他的母亲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回来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唉，那个孽障，跟他妈一个样。这骨肉亲情，说断就能断吗？别生气了啊，只当咱们没有这个儿子。慧明和小桂香往后的日子，我哪放心得下呀？如果打探得到，就派人多帮帮他们。哎呀，你怎么还操这份心呢？你什么时候为自己想想？为你想，为儿女想，为全家人想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何况还有你对我的信任。凤羽啊，怎么说？我对你是有愧的。行了，不说这些。我倒是有正经事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慧祥已经康复了，老待在家里也不是办法，倒不如跟你去城里学做生意，也好为他将来接管家业做准备。他行吗？不试试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？他的身子
已经大有好转，何况还有你对他的扶持。我真是搞不懂啊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多关心关心自己的亲生儿子呢？唉，我自己亲生的，我能不疼吗？有能力是一回事，还得要有。算了，你常年在外，家里的事情也不是很清楚。我这样做自然有我的道理，你放心就是了。都是你自己，都一把年纪了，得好好的善待自己的生活了。慧祥的身体也需要特别的照顾。我想莲儿机灵又会体贴人，很合适去照顾你们父子俩的饮食起居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让慧祥去接管铺子？哎呦，二少奶，你小声点儿。太太真的这么说的？那还会有假？太太让我过去，就是让我做好准备，去那边服侍老爷和大少爷的。这会儿，大少爷就在老爷和太太房里呢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只要大哥的病一好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慧俊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人家现在已经把铺子抢了，当家了。二少爷，二少奶奶，我厨房还有活，我先下去了。现在好了，眼看着大哥要当家了，我们以后还有什么地位啊？这叫自作自受。现在大方得势了，你们以后啊，就别再想使唤我了。作坊也不去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说了妈也不会帮我。那就不要说。妈，慧俊，妈知道你心里为什么不高兴。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是老二，不要总是妄想老大的位子。秀萍为什么给慧祥放药，我心里清楚得很，只是不愿意说破就是了。你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为什么就不能跟妈一条心呢？那妈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条心呢？我要是跟你一条心，这个家就毁了。妈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自古以来，大户人家为了金钱和利益，手足相残的事情太多了。可是到头来都得到了什么？得到的所有的钱，都买不来和乐融融的快乐，心里是空的。你难道真的要选择这条路走啊？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呀，我只是希望爸妈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只要一个机会而已啊。怎么没给你机会？作坊不是交给你了吗？将来你和大哥一个主外一个主内，咱们吴家的基业才会越来越兴旺啊。作坊，那根本就不是大施拳脚的地方啊！每天就是做七，我充其量不过就是个监工啊。只有在铺子那边才能学做生意，才能够见大世面。我们吴家的作坊是我们吴家的根，是财富的源泉，你怎么就这么小看它呢？啊！我们把这么重要的作坊交给你，不就是给你机会，不就是充分信任你吗？我一直肯定你的聪明才智，所以才希望我们吴家的妻能够在你的手中传承下去。学做生意，你真的是为了学做生意啊？
反正爸说过，只有我才是能够帮他的儿子。再说以我和大哥的个性来说，嘿，我觉得大哥更适合在作坊里待着呀。你大哥是吴家的长子，他将来就是当家的，理所应当要接管铺子。况且他对做妻一窍不通，如果他在作坊待着，只怕你爹又更要多操一份心。不如就像现在这样，让他跟在你爹旁边，好随时调教。你如果是孝顺孩子，就听从我们的安排。都是我的儿子，我不会偏袒谁的。别说是不分家，就是分家也少不了你那份儿。你大哥秉性忠厚，妈知道，他不会亏待你的。妈，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。我知道你是我的亲生儿子，可是为什么是亲生儿子，就非得把经营家产的大权传给你呢？我们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嘛。你的岳丈刘老爷，他的父亲就是没有把生产生气的秘方和经营之道传给他，而是传给了你的父亲，一个外姓人。就是因为你的父亲能干，除了能干，还有经验和诚信。你的父亲从跟着刘老爷子做学徒开始，就踏踏实实、本本分分的做人，靠自己的本事开创了宝源7号。这么多年来，从我们的7号走出去的妻，没有让人不满意的，价钱又低，东西又好，绝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占顾客一分便宜，所以才有我们宝源7号的今天。可是刘老爷，妈，我懂了，你是不相信我。这不是能力问题啊！你把我比作柳智贤，妈，你这么比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慧君啊，你是个聪明孩子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的话，就是为了要告诉你，只有做妻才是你的根本之道。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好，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就交给大哥，因为我在你心里永远是一个不成器的亲生儿子。慧君，慧君，慧君，你们老爷呢？呀，二少爷今天怎么了？好像吃了炸药。谁叫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啊？你们老爷怎么教你们的？好好一个店铺经营成这样，一帮废物！二少爷这，就叫你们老爷出来。你快点去叫啊！老爷他不在，躲着不见我是不是？啊，他是不是躲着不见我呀？啊！老爷他不在，他在酒楼。少爷，别急着往里闯呀你。好，小红婆，过来照顾少爷。哎，少爷，来，快坐。慧君，来，少爷快坐。慧君，少爷，我叫少爷花，你滚，统统滚！你也滚！哎，慧君，来，喝酒来。干嘛发这么大火呀？啊！那天我是因为有急事急的从县城赶回来，你为这个跟我不高兴啊？啊？好，
你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？啊，不认识我？我是你老岳丈。有人说我跟你很像啊。像？啊？是眼睛还是鼻子、眉毛、嘴巴？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像。人品，做人的人品，做人的人品。哼，人品倒是蛮像的啊！我对老婆好，你也对老婆好。我学东西不上心，你小子学东西也不上心。我挣钱爱走近道，你小子挣钱也爱走近道。你爱喝酒，我也爱喝酒。就有一点我们俩不像，哼，你年轻，我老了。我可不像你，我比你明白自己是块什么料。神经病，跑来没头没脑的说这番话。我不怕你，我是专治你们吴家那块料。修给我的。哎，扎着你，还没缝好呢。凤尾香罗，薄几重，碧纹圆顶，夜深缝。又开始念我听不懂的诗。你听得懂？你知道我在夸你。夸我什么呀？夸我的婉心心灵手巧，来信蕙质。我有那么好吗？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。你听过这句话吗？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13、14岁往外一丢。徽州男人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出外谋生，有的刚成家就丢下妻儿走了，等到回来的时候头发都白了。女人守了一辈子，守的就是一份感情和承诺。我不会让你等一辈子的，我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徽州女人。慧俊，你又喝了？没有。慧俊，你别不高兴了。我都想好了，说不定事情有转机呢。他们想让大哥去城里，就让他去呗。我们呀，坐山观虎斗。啥道理？你听我说啊，大哥啊，他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。再说了，他对做生意一点都不感兴趣。时间一长，爹肯定会对他失望的。就算是他尽力去做，我们也可以让他做不成啊。你别忘了，城里还有我爹呢。要说搅浑水，我爹称第2，可没人敢称第1。那是，你爹搅浑水确实一流。而且呀，我们还有莲儿呢。莲儿，莲儿不就是一个丫鬟吗？哎，你可别小瞧了她，她可鬼着呢。不过啊，她再怎么鬼，也是我的人，得了我那么多好处，能不向着我吗？哎，有莲儿在大哥身边给我们通风报信，大哥所有的行踪我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我们都想办法给他弄砸了，然后呢，再由你出面去解决，功劳就都成你的了。你说到时候爹和妈会向着谁呢？你怎么变聪明了？啊？我本来就很聪明嘛。是吗？要我说啊，是肚子里的宝宝帮了你，是不是？嗯？你一定要给我争气啊！一定要生下个儿子，就算我争不到，我要让我儿子争到。回去，该起床了。你还不起床，妈都生气了。妈说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没有去送大哥。我为什么要送他？凭什么我要送他呀？我是骗你的，妈呀，连早饭都没出来吃。哎，你是不是闲的呀？你骗我啊？你是不是骗我呀？你啊？我差点忘了，你现在有身孕啊，别把儿子压坏了。不会的，我们的儿子压不坏的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真的不行？哎呀，不行！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！哎，你别闹啊！真的不行！哎，怎么回事你？秀萍！怎么了，秀萍？疼死我了！别动，别动啊！儿子没事吧？你就知道儿子，我们的儿子生不出来了。你别胡说啊！不行，我得找大夫去。我不看大夫。你别闹，你这跤摔得不轻，别大意啊！哎，我真的没事儿，你看我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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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说了你两句，你就拿秀萍出气，害得她小产。我的事跟秀萍又没有关系，我怎么会拿她出气呢？好了，这几天你就不要去作坊了，好好在家陪陪秀萍。
女人在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丈夫在身边的。我知道了。这个孩子怎么跟吴家无缘呢？这些药要按时给二少奶奶服下啊，要卧床休息，不能吹风，不能沾水，小产最伤身子，一定要好好的静养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大夫，你刚说什么？你说我小产了，你是在骗他们吧？二少奶奶，你确实是小产了，你自己有2个月的身孕了，你都不知道？我小产了，我小产了，怎么可能？这是真的。心里难过吗？我怎么知道我会小产？我也很难过，妈连晚饭都没吃下去。妈一定会很生气，她会不会赶我走啊？慧君，我不要走，我要留在你身边。妈有时候确实是狠了点儿，但这次她确实是担心你的身体，她要我一定好好照顾你。真的？妈真的这么说？是啊。我也要给自己放个长假了，店铺接不了，作坊也没什么管头。算了，这样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家陪陪你了啊。慧君，你对我真好。傻瓜，我不对你好，还能对谁好？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还骗你？你又骗我什么了啊？你又骗我什么了？我没有。你爹又教你什么了？是不是？说。我爹叫我假怀孕。什么？你不是小产了吗？我那时候被妈赶出去了，我爹说叫我假怀孕，妈就能接我回来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真的怀上了，又莫名其妙的没了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这个死老头子，你差点掐死我！你要遭雷劈的！老婆，我做了一场噩梦，恐怕……你做什么梦啊？你要杀人你差点没掐死我！好，我是怕了你了，我要跟你分床！妈，是不是菜不合胃口？我让他们重新做。不是，我吃不下。妈，秀萍的事情你就不要再难过了，等她把身子调养好了，还会再怀上的，您就别担心了。就是，这是我们吴家第1个孙子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太太，刘老爷来了。啊，快请进来。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？我现在怎么有脸见亲家公啊？哎呀，
亲家公来了。亲家母啊，我要接秀萍走了，我要接她回娘家住。哎，秀萍她现在不能出门。不能出门？怎么，要让我们秀萍死在你们吴家不成吗？哎呀，亲家公，你言重了。虽说我们没有照顾好秀萍，不过她确实是我们吴家的媳妇儿嘛。现在不是了，我要接她回家。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？是二嫂自己不当心小产的，又不是我们吴家的错。哎呀，慧茹，你说什么？小产？我不回去，就是不回去。哎呀，爹这么做是为你好啊！为了我好，你教我做的哪一件事情是帮了我？叫我给大哥下药，结果我被赶出吴家；叫我假怀孕，结果不小心把真的流掉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出的这些馊主意，迟早是会把我给害死的。哎呦，你这个没良心的孩子！哎，你小产也得赖我呀！啊，哎，我什么时候知道你肚子里是真有还是假有啊？反正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我可以笨1次、2次，我不能笨一辈子。你跟慧俊在一起，你就要笨一辈子。他太可怕了，你跟他在一起，爹就是不放心。你胡说！慧君对我可好了，知道我假怀孕，都没舍得打我。打你？哎呦，他杀你都有可能啊！你这个傻孩子，你怎么能把假怀孕的事告诉他呢？啊！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爹爹今天都要把你背也背回去，把你背回去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就是不走。不走？他是个杀人犯，你为什么死心塌地要跟着他呀？慧俊是杀人犯，你又在骗我，你嘴里就没有几句话是实话，我不相信。哎呦，你真要气死我啊！好，你不相信，等我把证据找出来，我看你信不信。妈，刘老爷他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走了？哦，我看还是把二哥叫回来吧。妈，您看呢？对对对，赶快派人到作坊去，让慧君立刻回来。这会儿我看你信还是不信？我妈说你爹要把你接回去。是因为小产的事儿？那我还没问你爹教你假怀孕怎么回事呢。慧俊，你别生气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他现在弄得我们全家上下惶恐不安的，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慧俊，说，你是不要爹，爹，不要，千万不要，不要！来，爹，您多喝几杯。啊，哎，亲家母，你也喝一杯吧。来来来，我敬亲家公。好。对秀萍有什么不周之处，
还望亲家公海涵了。哪里哪里，我们秀萍在吴家，我是放心的很呐。再说慧俊他也会好好照顾秀萍的，对吧？来，哎，我干了。好。爹，您放心，以后有什么吩咐，您尽管开口。你看，真是我的好女婿。亲家老爷好像很高兴呢，还一个劲儿的夸二少爷。他们两个在搞什么呀？一下子变得这么快，真是搞不懂。我不会让你等一辈子的，我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徽州女人。爹，喝茶。若兰睡得好吗？谢谢爹。好。想吃什么，想做什么，就告诉你妈，别委屈自己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爹，慧君让我跟您说一声，她一大早赶着去作坊，怕你们没起来，就不过来请安了。你让慧君好好做事，能让吴家兴旺，就是最大的孝顺。是。妈，舒服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妈，我已经吩咐厨房了，给您熬了点粥，一会儿就送过来。啊。是啊，三少奶奶一大早就在厨房忙着呢。那粥里啊搁了好多的补品，我一会儿就去端过来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婉欣这些日子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莲儿，你让云儿给送些补品过去，再看看她需要什么。啊，妈，要不我去送吧？一个女孩家不许出门。可是我跟大嫂也有日子没见了呀。再说大嫂有孝在身，不方便回来，我去给她请个安也是应该的。就让她去吧，难得他们姑嫂感情好。谢谢妈。让下人给你备轿，早点回来。知道了。停！我要在这下。陆生。婉欣，快出来！我给你采了你最喜欢的野菊花。咱们不是说好要在师傅和师母的坟前种满野菊花吗？我还给你带来了你最喜欢吃的香菇，只要是你喜欢的，我都给你拿来。婉欣，婉欣。
看看，顺便再给他带些糕点和小菜过去。我去啊！怎么了？上次不是你吵着要去的吗？还说要去陪缓心说说话呢。是。慢点吃，陆生哥。好久没吃你做的饭了，好吃。好吃你就常来呗。这样不大好吧？那有什么？要是让吴家人知道，对你不好。你是我哥怎么了？对，我是你哥。慧茹，你怎么来了？慧茹，慧茹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居然还问我怎么了？我哥才刚走几天呢，你就跟别人有说有笑的。慧茹，你说什么呢？陆生哥是我爹的徒弟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长大，怪不得他拼了命也要去救你，还送给你最漂亮的梳妆盒。慧茹，你可能是误会了。你什么都别说，我不想听。哎，慧茹。我们很快就要演出了，你们能不能拿点精神出来？啊！再唱一遍吧。慧明，门外有人找你。一定是我妈。还在生我的气？没有。那天打你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他有消息吗？你还关心他干嘛？你不是不愿意认他吗？你不是说我心里有他，只不过我不想面对吗？吃点东西。妈现在不知道在哪里，能找到地方我都找过了，她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。别急，会找到的。倒是你啊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？找到妈再说吧。我们失散了这么多年，我真的希望以后能好好的照顾她。毕竟爹和母亲有这么多人服侍，还有你们尽孝，不差我一个吧？别这么说，妈很疼你的，你这么一走了之，很伤她的心。有空还是回去看看。我会的，放心吧。对了，哥，你怎么来城里了？爹和妈打算让我接管铺子。那很好啊。你还不了解我，我根本不想做生意。谁叫你是我们的老大？你看我就不一样了，尽管爹看到我就生气，可是他不能逼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。除了娶若兰。慧明，若兰她确实是个好姑娘，你应该好好珍惜她。哎，既然你来了，我就请你看戏吧。明天晚上7点，我们学校社团第1次公演。哎，别让爹知道，啊！陆生，陆生，你为什么不理我呀？你一个女孩子家，随随便便往我这儿跑，你让我怎么理你？那你就可以随便去见婉心了。
你跟婉欣不一样。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就是喜欢他，你还不承认？可他已经成亲了，她是我大嫂，你知不知道？好，你也知道她是你大嫂，长嫂为母这个道理你懂吧？那你对她的态度就应该嘛。你居然为了他责备我！我不是为了她。你就是，你为了他什么都能做，可你对着我，你吝啬到一个笑容都没有，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要是再胡言乱语，我就要请你出去了。你给我站！若兰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刚才我去家找你，看你不在，我一想啊，你就在这儿呢。哦，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大嫂，你怎么了？你脸色好憔悴啊，是不是没有休息好啊？没事儿，我挺好的。妈一再叮嘱，说你一定要当心休息。昨天慧茹回来的时候都生病了。慧茹病了，她怎么了？哎呀，昨天慧茹回来的时候啊，全身都湿了，到了晚上就发烧，还一直说胡话呢。怎么会这样？大概是为了陆生吧。你说，慧茹是个多可爱的小女孩啊！我还一直以为是陆生不敢说，还担心爹妈那边会有阻力。现在看来啊，是慧茹她自己一厢情愿了。
你也不要再等了。我明白了。哎，慧敏，慧敏，保元俏送来一个好大的花篮啊！快看看，多漂亮啊！你真有面子，太漂亮了。这是我大哥送的，他说过今天要来看戏的。这么大个花篮放在戏院门口外，可太有面子了。那赶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吧。那当然，走走走走走走。该死的丫头，你可醒了！大嫂啊，亲自熬了药送过来，我让芳儿给你热一热啊。我不喝。生病了怎么能不喝药呢？这可是大嫂的一番心意啊。我不想喝。不行，大嫂因为热效在身不能进门，这些药啊，她放到大门口就走了。你就是冲着她也要喝呀。我不想喝她熬的药。慧茹，我不需要她的虚情假意。慧茹，你要再这么说，我可生气了。三嫂，你根本就不明白。我不需要明白，我只知道大嫂她在关心你。她要是真的关心我，她就不会和陆生一起来伤我的心。慧茹，你还记不记得大嫂刚进门的样子啊？我第一次见到大嫂的时候啊，我就喜欢她。她坚强、美丽，给吴家带来了许多的生气。那时候你不还跟我说，大哥能娶到这样的大嫂是福气呢？你还记得吗？大哥那时候总是无法面对自己的感情，可那次在七树林里，他却勇敢地抱起了大嫂。失去大嫂的痛，不仅连大哥都不能承受，就连你我都不能接受。我常常在想，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缘分吧。大嫂和大哥相爱，我们看着高兴；我们要是心里受了委屈，大嫂她比谁都着急呢。可她明明知道我喜欢陆生，她却还要继续跟陆生在一起。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，可我还是忍不住要说。陆生今天来过了。陆生来过？是大嫂让他来的。那陆生现在人呢？我让他回去了。他能守你一晚，他能守你一辈子吗？慧茹啊，你、我、陆生，我们都在守的一种不可能。你既然会替我打抱不平，为什么还要步我的后尘呢？你的执迷不悔，只为换来你自己的痛苦，让陆生痛苦，让大嫂痛苦。大嫂她爱大哥，你为什么非要让大嫂为了你对陆生的感情背上包袱呢？这公平吗？三嫂。